歡迎來到煙壺味廚房。黃瓜不要總是涼拌，今天分享不一樣的新吃法。在黃瓜的表面撒上少許的食鹽，像視頻中這樣揉搓一下。黃瓜的表面凹凸不平，難免有一些蟲卵或者是雜質，而食鹽有消毒殺菌的作用。如果直接用清水清洗的話，很難清洗乾淨。加入多一點的清水，都淘洗2遍，直到把表面的食鹽和雜質淘洗乾淨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我們吃着也會更加放心。其實挑選黃瓜也是有技巧的，我們要挑選這種帶有花蕾的。這種黃瓜剛採摘回來不久，特別的新鮮。接下來簡單的處理一下。頭尾的肉質比較硬，我們要切掉一小部分，然後再对半切開。接着再把黄瓜切成4等份。黃瓜是一種營養豐富的蔬菜，中間的瓜瓤含水量特別重，我們一定要處理一下。然後再切成厚薄均勻的片，我們盡可能的切均勻一些，使其成熟度一致，千萬不能切太薄，不然的話炒出來口感不好。大約在2個1塊錢硬幣的厚度就差不多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黃瓜千萬不能直接下鍋炒，我們還要添加一個步驟，往裡面加入1大勺的白糖。這裡我們千萬不能加食鹽，不然炒出來的黃瓜會軟塌塌的。花瓣均勻，放在一旁醃製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把準備好的烤模直接倒在水中，把表面的灰塵和雜質淘洗乾淨。接下來簡單的改下刀，首先把烤模的根部切掉一小部分，因為肉質比較硬，放在一起的話會影響整道菜的口感。因為烤模的含水量達到 80% 以上，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切太薄，大約切成 0.5 厘米左右的厚片，這樣吃起來口感會好很多。如果切太薄的話，那樣炒出來不僅不好看，而且口感會大打折扣。接着準備小塊瘦肉切成薄片，瘦肉也不需要太多，1小塊就可以。我們最好挑選前腿肉或者是里脊肉，因為這2個部位的肉特別的鮮嫩，而且沒有肥肉。加入胡椒粉，少量的食鹽，然後再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澱粉或者是土豆澱粉，加入適量的清水，下手抓拌均勻，使肉片都能夠裹上料汁。充分的抓拌均勻，放在一旁醃製10分鐘左右。接着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，準備幾粒去皮的大蒜切成厚片，大蒜可以增加烤模以及黃瓜的蒜香味。1小塊去皮的老薑对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厚片，全部切好和蒜子放在一起備用。在我們湖南江西，一日3餐都離不開小米椒，準備幾個洗淨的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也可以不用放，切好放在小碗中。這個時候的黃瓜也已經醃製好了，用白糖醃製過後的黃瓜怎樣彎曲都不會斷。加入多一點的清水，去掉表面的白糖。如果是加入食鹽醃製，醃出的黃瓜軟塌塌的，而且特別的鹹。因為食鹽一旦滲透在黃瓜的內部，很難釋放出來。把洗淨的黃瓜控乾水分，方便下一步的入味。炒家常菜，我喜歡提前調個碗汁，碗中加入1大勺生抽，小半勺的食鹽，少量的松茸鮮，
小半勺的玉米淀粉，加入適量的清水，提前調好料汁，這樣也是節省炒菜的時間。充分的攪拌均勻，放在一旁備用。提前準備一鍋開水，把烤饃直接倒在水中，我們要提前焯下水。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烤饃裡面的草酸以及澀味。煮制的時間千萬不能太長，水開以後20秒左右就直接撈出來，不然營養很容易流失。起鍋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接下來把醃制好的肉片直接倒在鍋中，小火把肉片炒散，炒至變色，炒成視頻中這樣，直接撈出來。鍋留底油，下入切好的薑蒜末，然後把控乾水分的烤饃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，把烤饃的水分炒乾，炒出香味。接下來下入準備好的黃瓜，再次翻炒均勻，使黃瓜和烤饃充分的融合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和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。接下來把準備好的肉片也倒在鍋中，再次翻炒均勻，使肉片和黃瓜、烤饃三者完美的融合。把切好的小米椒也倒在鍋中，調製好的料汁也倒下去，開大火快速翻炒均勻，把料汁炒至化開，使黃瓜和烤饃充分的入味。這裡我們要不停的翻動，使所有的食材表面都能夠裹上料汁的味道。把湯汁收至濃稠，炒製成視頻中這樣，就可以出鍋裝盤了。一道營養又下飯的烤饃黃瓜炒肉片就這樣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如果你也喜歡，就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這樣炒出來的黃瓜顏色翠綠不發黃，烤饃鮮香滑嫩，肉片不腥也不柴。幾種食材搭配在一起，不僅增加了菜品的營養，同時豐富了口感，主要是操作還十分的簡單。過年招待客人，家人肯定誇你是大廚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